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，我一个30岁的中年大叔，竟然有个6岁的小姨妈。我叫何地大吉，是一名单身长达30年的单身汪。背井离乡的我，过着2点一线的生活。不曾想，当我再次返回家乡时，竟是去参加外祖父的葬礼。而正是这场葬礼，将让我与面前的女孩产生扯不断的羁绊，彻底改变她一生的命运。我跟母亲打听起这个生面孔女孩的出身，可老妈的回答却让我惊呆了，这竟是外公的私生女。重点不是70岁高龄产女这种医学奇迹，而是这女孩是我母亲的妹妹，也就是我多了个小姨妈。正是这种暧昧的身份，让女孩成为了家族的耻辱与负担。即便是葬礼上最普通的上香，女孩也只敢躲在门外偷看；即便是为外祖父的灵堂布置，女孩也只能盯着门前的花坛发呆。与众人的悲伤相比，妹妹家侄女的欢快却显得格格不入。而平静下来的家人的饭后杂谈，我才得知此少女名为凛。虽然外祖父70岁高龄，还在外面有个情人，但外祖母早已不在。作为男人，我能理解外祖父的寂寞。作为送走外祖父的最后晚宴，凛也只能在角落默默翻花绳。本以为作为同龄人，侄女会跟凛成为玩伴，可侄女却把凛辛苦翻出的花绳占为己有。与无父无母安静的凛相比，有父母教养的侄女却显得骄横跋扈。凛总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着，破开云层的月光也无法照散凛内心的忧愁。吃席过后，我喊已锒铛大醉的亲戚回房休息，而自己决定留下来守夜。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凛，虽然他已困到睡眼朦胧，可女孩失去的是她最亲的父亲。即便我让她回房休息，但她却坚定地想送父亲最后一程，因为只有夜深人静时，她才能陪伴于父亲身边。第二天葬礼如期举行，亲人们人手一朵花，哭着与外祖父做着最后的道别。就连毫无悲伤气氛的侄女也被喊来做最后的道别。可这个世界悲伤并不相通，侄女任性地把送别花洒向了天空。看到这一切的我很是无奈，我来到躲在角落里的李身边，希望他也可以送外祖父一程。在亲人们惊恐的目光中，我带着不被家族承认的李来到了外祖父身旁。我送上送别花，可李却坚决地不肯用这朵。他来到庭院中，一把把地摘起了龙胆。没错了，这正是外祖父最喜欢的花朵。陪伴了外祖父几十年的我们不记得的，但这个只陪伴外祖父6年的李却都记得。意识到自己的父亲不会再醒来了，凛终于像个孩子般，以最单纯的哭泣抒发着自己悲伤的情感。在外祖父的遗体火化后，我们再次聚集到外祖父家。凛独自搬走板凳，想去为停摆的钟表上发条，可他仅仅是个6岁的孩子，又怎能如大人般独立坚强？而从家人的口中我得知，凛的母亲在生完凛之后，把他交给外祖父后就人间蒸发了，用生而不养枉为人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。凛的身世本就已很可怜，侄女却因为凛尴尬的身份，就嘲笑他是个野孩子。我只好用一堆糖果打发走这个混世魔王。而现在，凛的去留问题成了关键。凛孤僻的性格让亲戚们嫌弃，而母亲与凛虽然血缘上是亲姐妹，但年龄相差50岁，实属尴尬。母亲不想在余生的时光再牺牲自己。屋内的众人毫无结果地讨论着，而屋外的凛也并没有发言的权利。最后经过讨论，冷血的亲人决定将凛送到福利院。我震惊了，这毕竟是外祖父的血脉。虽然我只是个苦于生计的上班族，但我还是义无反顾问道：“你愿意跟我走吗？”在短暂的对视后，凛毫无保留地奔向我。于是，我与小姨妈共同生活的故事便从此展开了。